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专做趋势盘，只赚轻松钱的频道。上次说到比特币 ETF 的通过，很大一个关键是贝莱德也加入了排队发行比特币 ETF 的行列。此举带给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大的压力，也让币圈感到非常振奋。究竟贝莱德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个被称为全球资产管理巨人的公司，这支影片将会带你一起深入认识它的传奇色彩。除此之外，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整个系列来探讨世界上重要的公司、家族，甚至是个人，他们是如何成为顶尖的1%，却掌握了世界上80%以上的财富。你可能无法复制他们成功的方法，但或许能够从他们的成功里找到一些模式或者关键精神，进而去改善你既有的人生。在正式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订阅，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小铃铛，也不要忘记看看资讯栏的连结，好东西都藏在里面了，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们。这可是粉丝们叫我每天加班赶进度做出来的辅助看盘工具，趁可以免费试用，赶快拿好拿满。我们并非随时都开放新用户使用。如果问你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是哪间，大家第一时间的反应可能是想到苹果、微软、亚马逊这些产业巨头。事实上，你们想的也没错，单看市值的排名，他们确实都是榜上有名，而且都有那个实力去争夺最有钱的名号。那如果我告诉你，有一间公司不直接登上排行榜，但排行榜上没有一间公司不受到它的影响，默默在背后操控着全世界的利益系统，许多国家政府都不敢跟它对着干，而且还与存在于传说中的共济会有非常大的关联。你能相信吗？现代人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可以说是被他们实时掌握住了。不信的话，你可以盘点看看一整天的生活，像一间与你关系密切的公司，然后去查它的持股名单，你将会发现，谁投资了你每天在用的苹果手机？贝莱德。谁投资了 Facebook、Instagram， 甚至你正在看的 YouTube？ 贝莱德。去好事多买日用品，或是上虾皮网购，猜猜谁也有投资？还是贝莱德。就算你都不要去接触这些公司好了，只要用了信用卡消费，或是使用任何的金融服务，你都会跟贝莱德有所关联，因为他们掌握了全世界最顶尖的金融机构 Visa、Mastercard、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依照银行间的流通程度，要找到一间跟贝莱德毫无情感纠葛的公司，可说是不可能的。究竟这样一间默默控制了全世界的公司是怎么生成的呢？那么故事就要从1952年开始说起。有个婴儿诞生在加州的一个平凡犹太家庭里，母亲是英文老师，父亲开了一间鞋店。谁也没想到，这个年轻时还在父亲鞋店里帮忙打杂工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华尔街的一方霸主，甚至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时间来到1960年代，全球正在经历文化上的变革与政治上的动荡。冷战引发了西方的反战浪潮与反叛文化，披头士带领着无数年轻人高喊爱与和平。法国学运与中国文革爆发，正值青春的拉里·芬克也受到了影响。于是在1972年取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政治学学位，原本想从事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对于房地产也很有兴趣，于是又攻读了 UCLA 的房地产相关 MBA。结果最后在教授的介绍下，不是去国会，也没去炒房，反倒进了 First Boston 第一波士顿银行担任债券交易员。而他也很快地发现了自己在金融世界里的长才，再加上1970初期债券开始蓬勃发展，拉里·芬克如鱼得水般迅速成为第一波士顿里的主管阶级。在1983到85年，他的部门都是整个银行里最赚钱的，他也得以操作上亿美元的资金。1983年正好遇到美国经济从大衰退周期中的复苏，雷根选上美国总统后，为了持续刺激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放宽政策，包含减少税收以及对华尔街的放松管制。还有一个划时代的金融创新，被称为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 拉里·芬克当时也参与了设计。什么是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呢？简单来说，他们将数百万笔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将其转化为任何投资者都可以交易的证券。原本只能单纯收贷款的银行，
如今可以把那些贷款变成大礼包，跟大家说，这里有一批福袋好便宜的。同一件事收2次钱。虽然我不是银行家，不过这听起来超棒的，对吧？当时所有人都只看到 MBS 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的好，却忽略了它背后明显到不行的巨大风险。如果大家突然都缴不出房贷怎么办？房地产泡沫化了又该怎么办？20年后发生了什么？你应该也猜到了，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次贷危机。MBS 的推出毫无疑问成为了历史共业的一部分。关于那长史诗级的经济危机，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我们下次可以推出一期内容来仔细为你讲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1。今天我们要先认真讲回拉里芬克的成王之路，且不提 MBS 后来是如何变成经济炸弹，至少在刚被发明并广泛流通于市场时，它确实是带来了爆炸性的利益，也因此身为背后推手之一的第一波士顿银行跟拉里芬克，一个在投行间站稳领先地位，开始专注于合并与收购，一个为公司带来了10亿美元的利润，并成为整间银行里最会赚钱的男人。当你处于那样的水平，并且拥有了这么多的成功与金钱时，会有一种心态，认为自己是不会被打败的，是无敌的。然而作为一个市场交易员，过多的顺境有时候也会变成是陷阱。1986年，就在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发生前1年，拉里芬克率先迎来了他自己的崩盘，在一个季度里就损失了1亿美元。尽管他前面累积了无数次的胜利以及远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但这一次关键的滑铁卢就足以使拉里芬克彻底跌下神坛。公司并没有直接炒他鱿鱼，但却完全地打击了他的自尊。曾经人见人爱的华尔街金童，突然变成了没人愿意往来的边缘人。拉里芬克心知肚明是到了离开的时候，但带着出现裂痕的声誉，没有投行愿意聘雇他。做足准备的1年半后，36岁的拉里芬克正式失业了。他这次将要打造自己的帝国，而且为了能恢复往日的荣耀与地位，他来势汹汹，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开始自己的生意之前，拉里芬克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关键问题：资金来源。如果他还是那个华尔街金童，肯定每个人都抢着把钱压在他身上，但没有人愿意投资背负了1亿美元损失的中年失业交易员。直到他遇见了一个贵人苏世民 Steve Schwarzman。 如果你不知道苏世民是谁，他在1985年跟美国前任商务部部长乔治·彼得森共同创办了 Blackstone 黑石集团，又称为百事通。黑石集团如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为了区分 BlackRock 与 Blackstone， 贝莱德也被称为黑岩。为什么苏世民会跟拉里芬克一拍即合，愿意成为他唯一的善意跟资金来源呢？原因不外乎是苏世民也是个曾经被抛弃的人，原本在雷曼兄弟银行里发光发热，甚至即将成为 CEO， 后来在权力斗争之下被迫离开并建立黑石集团。当时黑石集团正准备要扩张财富管理的部门，苏世民见到拉里芬克，不只是见到一个同样被抛弃的人，更看见了一个满分的人才。他知道只需要一些些的打磨，这颗明日之星就能够再度闪耀光芒。他拿出500万美元，占了1半的股份，黑石财富管理部门于焉成立。4年后又更名为 BlackRock， 并在该年的年末，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就达到了170亿美元。然而偏向保守银行家的苏世民和保有交易员性格的拉里芬克在营运策略上开始产生了歧义。在计划被拒绝后，拉里芬克开始转向外界寻找买家来买下黑石所拥有的股权。1991年 PNC 金融服务集团正处于收购狂潮中，收购了数十家较小的公司。拉里芬克马上掌握住了这个脱离黑石控制的机会。PNC 金融服务集团向苏世民提出要以数亿美元来买下成本价500万美元的股份。这个提议太诱人了，本吃蛋大，他最终答应了这笔交易。但日后苏世民本人也坦言，这是他生涯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当时谁也没想到，贝莱德原本只是黑石的其中一个部门，将来会成为超越黑石的存在。让贝莱德有突破性发展的关键一役发生在1994年。奇异公司又称为通用电气，他们原本收购了一间名为 Kidder Peabody 的投行，在发现该银行是个烫手山芋后，又转手给了普惠投资公司 Paine Webber。那间投行之所以为烫手山芋，
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担保抵押证券，就如同一个藏宝箱外面绑了炸弹一样，拆弹成功才能获得其价值，反之则会连自己都跟着被波及。正当众人被炸弹错综复杂的设计所困扰时，拉里·芬克凭借着过去协助设计出 MBS 的经验，成了拆弹专家的首选。而他确实也不负众望地达成了任务。一战成名后，所有人都知道，在面对有问题的资产时，应该要打电话给谁。贝莱德的分析团队打造出他们独有的金融工程技术，专精于将现有的证券重新打包，重组成新的证券，使其能以最小的损失恢复价值。贝莱德也正式成为了华尔街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管理着数千亿美元的资产。2008年的金融海啸更是如同解铃还须系铃人一般，贝莱德参与了这之中无数的交易，协助大型银行与政府出手拯救倒闭边缘的银行，进而奠定了拉里·芬克作为华尔街新国王的地位。金融海啸对于贝莱德而言仍有其负面影响，抵押债券作为过去大宗的收益来源，在危机爆发后对投资人来说已不再是理想选择。拉里·芬克将目光转向了 ETF， 并开始大量收购。很快的，贝莱德就掌握了美国近一半的 ETF。仅看2014年该年度，贝莱德就靠着 ETF 汇集了1000亿美元，也成为美国几乎每一间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如今，贝莱德管理的资产近10兆美元，这究竟是什么概念？美国的年度 GDP 约25兆，中国约17兆，第3名通常由德日竞争，大约都是4兆美元。排行榜一排出来就很清楚了，贝莱德管理的资产堪称是世界上第3大经济体，扎扎实实地实现了富可敌国这4个字。虽然我们一般民众要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可能需要极强的天赋跟运气，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投资观念跟纪律。如果你投资路上常常看着盘发呆，不是上错车就是错过车，不妨利用吸引力法则，把自己想象成拉里·芬克，你已经是个做事能果决做出明确的判断的人。就算现阶段可能技术跟知识仍有不足，但你可以善用辅助工具来借力使力。只要你是我 YouTube 频道的追踪者，我们就是有一面之缘的情分在。送你一个见面礼，在描述栏的第一个连结免费试用超直觉波段软体。若想解锁进阶功能，那可以参加现在的优惠活动，1+1轻松学礼包。一间成立不到40年的公司，用如此迅速的时间累积到这么夸张的财富，这背后有3大关键。第一，控制风险的重要性。拉里·芬克早年惨痛的失败经验，让他深刻信仰管理风险的重要性。他的投资原则是，除非风险可以被理解和计算，否则他不会投注任何一分钱。与其说贝莱德的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很会管理资产，不如说他们是善于管理风险。与之观念相反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散户投资人。当投资人看到或听到一个投资机会时，第一时间让你产生冲动想坏坏的，永远是因为听到销售员说可以赚多少赚几倍之类的销售话术。因为只要告诉你会有多少可观的获利，散户就会直接脑充买单，屡试不爽。贷款解定存排队抢买，还生怕买不到，完全不想去评估风险。有些人会辩解说不是没想到风险，但评估的程度通常都只是在心里自己说服自己说，安娜没问题，大家都有买，应该很安全。竟然只用了3秒就在心里把自己说服了。那你说，韭菜投资人的这种瞧不起对手的行为，不就摆明请人来收割吗？身为韭菜同袍的你，必须去了解同袍背后的行为逻辑，你才能杀出韭菜圈，摆脱宿命。我之前发的这部片教你在股海中疯狂割韭菜，看了就真相大白。第二，掌握无可取代的技术。拉里·芬克在第一波士顿时期曾提到，当年他们是少数将电脑放置于交易台的投行，电脑所带来的帮助对他来说相当显著。如果能在交易台上拥有计算能力，就能够解析抵押贷款的现金流。拉里·芬克当时之所以能为最赚钱的人，第一波士顿能成为最顶尖的投行，都归功于此。参与设计 MBS 的生命经验，也让拉里·芬克成为次贷危机时的救场人物。这些过程变成了一个重点，将会是他打造帝国的关键。公司必须掌握金融商品的复杂性，当那个能够将其拆解、重组的人，同时将计算能力融入其中，发展出独一无二的技术。于是在贝莱德建立时，
他们就打造出了一个名为阿拉丁的软体平台。阿拉丁是资产、负债、债务和衍生品投资网络4个英文字开头字母的组合。它可以提供从投资组合管理到风险评估的整个投资流程全面的解决方案。阿拉丁的使用者包含了银行、保险公司、资金管理机构，甚至国家政府。他们提供阿拉丁存取敏感资料的权限，让 Aladdin 成长为一个足以监控全球的超级平台。我们无从得知目前他们掌握的资料具体有哪些，但对于那些资料，大致的估值足有20兆美元。第三，球员兼裁判，怎么走都是我的局。贝莱德除了是投资者，也提供审计、顾问等服务。政府和中央银行向贝莱德求助，提供银行管理和救助的建议。同时，贝莱德也是那些银行的股东，一如过去贝莱德在金融风暴或其他重大事件里扮演的重要角色。你会发现谈判桌两边都是贝莱德，同时他又几乎是所有上市公司的股东，能透过问责制来取得公司的营运蓝图。可以说，贝莱德不只是控制了你我的现在，也牢牢把握了未来的发展趋势。拉里·芬克的成功绝对值得我们学习，光是观察他的布局就有利于我们找出时代的风口。今天我们先对贝莱德有一个初步认识，接下来也将会更加深度解析他们对于未来的投资展望与策略。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